我是一个配乐作曲家。为什么会开始做音乐？只是因为我高中、大学玩乐团的时候，那时候想要开始创作，但是因为不会写歌词，所以我们只能写一些类似后摇啦，或者是一些演奏曲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写出来，但是没有一个正式的录音啊或制作，我觉得很可惜哦。所以我就找到了一张我很喜欢的 CD， 它后面有一个录音室的电话，然后我就打去，然后就去了那个录音室录音。就后来这个录音室的老板说，我觉得你东西还不错，所以他就决定跟我签约。然后后来签了约以后，就开始会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工作，所以后来就开始蛮幸运的，可以帮一些电视剧啦，甚至剧场啦、游戏制作配乐。在配乐的过程当中，第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跟导演啊，或者是游戏公司，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找到那个共识，或者是说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彼此对这个故事理解的角度。所以我比较习惯一开始会先跟制作公司或导演、游戏公司先开一系列的会议，然后清楚的定义到底这个故事每一个场景、每一段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想表达什么，然后我们再去寻找一些各式各样可行的做法。那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能不能放进去？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前置是一个作品能不能成功最关键的地方。其实我跟 LG 一开始合作是大约在我记得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人在维也纳，接到了一个讯息，就是他们有一些新的广告，然后希望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然后他们就想要找我合作。那我看了他们给了我的第一个影片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我大胆的试着给他们一个想法是，能不能我们用古典的极简音乐来写电竞的广告、电竞产品的广告，也就是跟他们原来之前的或者是其他的电竞品牌走一个截然不同的路线。那是我第一次跟 ROG 合作，那我们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愉快哦。然后一直到今年，我帮他们写了《Reignite》这首歌，是今年的品牌歌曲。我们又挑战了一个天籁美声加上重金属，然后加上很多的新的内容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跟他合作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我这次在制作《Reignite》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开心。其实我这次请到了一位，其实是我的偶像的歌手，那他就是 Abby Evans， 他是一个辨识度非常非常高的歌手，跟全世界其他的歌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次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跟他合作，然后而且还请他参与了歌词的创作，那也让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兴奋也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啦，就是我尽可能的不要让这些事情，很多事情把我自己的创意绑住。我希望跟某个吉他手合作，比如说这次帮ROG 所写这首歌，我就一直很喜欢 Godspeed 的吉他的 style， 所以我们就找他。然后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我 cover 过一个重金属乐团，叫做火神安哥拉，也因为 ROG 这首东西是非常适合，你知道火神安哥拉的那种非常复杂、比较繁复一点的重金属的歌，然后这次也跟他合作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生在这个时代，其实大概你想找谁合作，事实上都很容易找得到，那就会让这个作品更容易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基本上 ROG 它是一个，我认为他们的品牌的部分是，他们花了很多力量去耕耘一些短时间之内看不到结果的东西，但是它长时间之内，它一定会能够做到很深入的东西。能够去耕耘这一块东西的公司并不多，很多人就是急着想要做一些很酷炫的东西，然后来卖产品而已。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资料的时候，给我厚厚一叠，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能够等待，然后能够一直挑战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他们是一群跟他们的品牌精神连在一起的人，而不是直呼口号的人。所以我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其实我还蛮喜欢玩游戏的。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后来花很多的时间去成为一个游戏作曲家。那本身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玩游戏。其实我觉得游戏是它可以让你在很快的时间当中体验某种另外一个人生。你可能是很危险的人生，可能是玩医院游戏当医生救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你知道吗？而不是说我们每天就困在一个地方做着相同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还蛮喜欢玩游戏的。我自己的习惯是我玩游戏的时候不大会去用录音室的特技，这是真的。那有可能是有的人是这样子做，那有可能有的人不是这样子做。那我自己的习惯是，我玩游戏的时候，其实我玩乐的比重是比研究还要大的。那有时候有一些电竞的耳机，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它有一些会让你听了很爽的东西，会让我比较忘了我在工作，然后可以得到一点很开心的时间。对未来的规划，就是我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创作的开心，要玩的开心。我觉得这就是最棒的人生。